来看看国际议题。当然，一日到底是兵谏还是兵变，在俄罗斯发生的这个事件，居然一天就落幕了。但是当中呢，结束了吗？普京在这一次兵变之后，首度公开的露面，他在深夜发表公开谈话，看看他怎么说的。Благодарю тех солдат и командиров группы «Вагнер», которые принял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Не пошли на братоубийственное кровопролитие.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у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рты. Сегодня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лужбу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ив контракт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или другими силов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либо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воим родным и близким.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Данное мною обещание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о. 媒体很多形容说他是看起来面带怒容，看起来很生气。而且他当然是说，叛军现在可以回到不管白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但是还是谴责这些是叛国者。不过呢，这一次公开他的谈话之外，也特别发布了一个画面，就是说他在克里姆林宫整个过程里有危机处理的画面。因为泽伦斯基一度不是喊话说根本就不在国内，已经逃出去了，俄罗斯如何如何。他们特别在官方公布这段画面，是说他面色凝重，坐镇在克里姆林宫。当时是9点55分录了这个谈话，马上10点钟就要给全国的人民看到也同时忙着打电话跟各国的领导人在卡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出点事情啊，盟邦要一起稳下来啊，帮助俄罗斯等等，是不是有跟白俄罗斯通电话？不知道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兵变或兵谏的原因，主要冲着谁来呢？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被说，是不是他因此就已经下台了，然后来平息这一次兵变的主要的原因跟症结嘛？结果新的画面出现了，他出现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出的画面里，前往俄国西部的军团指挥所，还会见部队的指挥官，而且好像在帮肖伊古特别下台这种谣言辟谣哦，说好像普京并没有打算现在开除他喽，仍然参加了国安会议，也出现在镜头里面，还在位置上。没有被开除，那所以到底普里格金这一场兵变要的是什么？有达到什么目的吗？他到底为什么突然就退了兵，没有往这个俄罗斯的首都去挺进呢？有一些媒体开始在猜测了。有一种说法是说，普里格金曾经24号中午的时候尝试要打电话给普京他老板结果不接电话，拒绝跟他通话。但是呢，他宣称其实有一个重点宣称是2.5万大军要往这个克里姆林宫这里去进攻，可是实际上，恐怕只有8000兵力，没有想象那么多。同时，英国情报官员甚至讲是不是因为俄国情报局威胁要伤害普里格金他的家人，才导致他临时就闪电撤军了呢？普里格金可能发现自己做的过火，当然这是西方媒体的分析做的太过火了，发现如果成功前进莫斯科的话，机会十分渺茫，找个台阶下，所以才用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的这个角色出现，来让他退兵，师出有名吗？而瓦格纳首脑兵变之后的首度发生，你听听他最新怎么说的。Они вс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ЧВК. Мы хотим правду знать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 фронте, как убивают людей, почему вообще в госпитале, госпиталь, да, люди там лежат. Посмотрите, какие. Куда их теперь? А кто будет о них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завтра? Им дадут пенсию 13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Как они жить будут, молодые пацаны? Объясните мне просто. 刚刚听到的是俄国的民众表示支持这个瓦格纳这支军队的声音，说支持他们，想要知道战争的真相他们去前线的子弟兵到底现在是怎么战死的，或者是过程当中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普里格金他放弃兵谏之后也发表了声明他说社会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他是有民意基础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场俄罗斯兵变或兵谏就是这样落幕了。拉夫罗夫甚至说正在调查什么事呢？有没有阴谋是不是西方的情报单位参与其中呢？拜登赶快跳出来讲话了，他说瓦格纳对克里姆林宫发动这个短暂兵变是他们自己内部家的斗争，我们可以明确的表示，马上划清界限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美国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华盛顿邮报特别报道
其实美国在俄罗斯兵变之前就已经掌握情报，但不敢说，他们选择沉默，因为怕被俄方指控是策划兵变。国务院甚至直接讲，美国认为目前评估普里格金的叛乱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影响还很难说，就是说俄乌战争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有没有可能？因为《华尔街日报》就形容了这一次的这个动荡，有可能会让西方觉得莫斯科不稳，所以俄乌战事就会更血腥。更快影响这个战事的往前发展呢？不宜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吗？《泰晤士报》的媒体也是认为，英国政府高层消息来源认为要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突然会瓦解这个普京这么弱吗？那么中共方面是不是也挺紧张，担心掌握这个相关资讯？外媒的分析是说，北京很怕这个抗美盟友普京发生什么状况呢？越来越弱了。外界认为，瓦格纳的叛变有可能会促使北京加紧调节，反而赶快结束乌俄战争，让这个免得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那么影响了所谓美国跟中国还有相关的对抗的这个结盟结构委员怎么看？就是从这个一日兵变，我们就讲应该是兵谏，不是兵变，突然退了之后，其实普京也并没有把话稍微讲松一点，还是蛮严厉再继续谴责下去。我第一个时间就说兵谏啊，是您说是兵谏的，为什么？因为很明显，那个规模根本不到5000个人。如果是2万个人，甚至不是8000，是5000，8000高估了啦，还多了对啊，高估了。不信你问那当过兵的我们的赖教授，这里面产生一些问题啊。第一个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怎么这么爱红行、爱吹牛啊？哎呦，我早就知道嘞，可是我不讲啊，讲了怕惹上身。你美国搞兵变什么时候遮遮掩掩的都大大方方的能够在莫斯科搞兵变，你可以变成全世界的霸主啊，多了不起啊！我跟你讲，美国情报单位没那么神啊，但是透过华友来帮自己装点门面，这种事情倒是不必要的啦对于这一次的事件不可否认，普丁被打了一个耳光，被洗了一个脸。那现在呢？难道这普里戈金这位瓦格纳的老板是叛乱者吗？在俄罗斯老百姓心目中不是这样子最近俄罗斯的调查出来了，俄罗斯声望最高的政治人物仍然是普丁，第2名就是普里戈金。你怎么办已经变成民主英雄了。再来，人们对于这个瓦格纳的战功认为是战功标本的低功，那你就要检讨为什么会让老百姓有这种感觉？真实状况如果我们暂且不管，但是俄罗斯的老百姓就有这种感觉。那你普丁处理这个事情算是手段凌厉了可是瓦格纳以后只会更大，不会更小。为什么？因为瓦格纳他把总部搬到白俄罗斯去，他在海外还有2万名士兵就是俄罗斯俄乌战争海外还有2万名士兵在非洲、在中东还有2万名，他手上还有很多矿山，那手上很多海外的资产。为什么？因为他帮很多国家打仗，很多国家没有现金给他，就把金矿银矿什么矿给他，让他去开采。有兵有粮有资产。对所以面对这样子，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军阀，可是它不是军阀，他们也要据地为王他比较像郑芝龙这个我就是要现金的。可是现在他欲望大了，什么叫欲望大了？因为俄罗斯的媒体在猜测说，明年搞不好普里戈金跑出来选俄罗斯总统，因为明年俄罗斯总统要选举，看不清楚普京有没有其他的接班人，他年纪也不小了。好，他继续连任的话，普里戈金也可能跑出来挑战他，那2个票数可能会很接近稍一不慎就翻过去了。所以普京现在最懊恼的就可能想个办法让他不能选那可是你问题还在因为你的国防部的部长跟参谋总长在俄罗斯的人民心中已经没有分量了。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在被老百姓看成肉头，被老百姓看成这个白目霸头，闽南语翻译肉头，就一团肉。骆驼怎么了吗？对，不敢骆驼，我在台湾狗语，对不起
所以普京虽然现在称这绍伊古其实军工出身是很能干，可是这个东西处理这种东西，领导军队涉及到港偶江湖艺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军队里面要能够混出名堂那还有2把刷子。但是现在他们俄罗斯运气也很好，现在军队的指挥的权力众望所归，已经落到了俄乌战争前线总司令苏洛维金手上了。那所以还是高度稳定的一个系统。那只是，普丁怎么小事情处理这样子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大地我们干得太差了。大家说怎么看？毕竟瓦格纳真的是1天之内就结束了兵变，一开始以为就是要把这国防部长干掉了，达成协议，结果人家稳稳的还在位置上面，并没有影响，所以才会有各种阴谋论说可能他的家人被抓住了或者是其实兵力不够，找个台阶不会是这样子了因为我觉得普里戈金他是普丁所培养出来的他从过去的诈欺犯、犯罪分子20几岁开一个热狗店，然后呢，刚好苏联瓦解了，他的热狗店卖得不错，后来就开高档餐厅，大亨。然后那个时候，普丁在当这个圣彼得堡市的副市长，然后就这样子结交了那他一直是普丁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到普丁当总统的时候，就给他第一个单子，国宴就由他的餐厅来承接，他开始就接触。所以他在想要兵谏的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就是会叫兵变了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打电话给普丁，普丁拒接，其实他就知道大势已去了他很清楚的知道普京的个性，当他拒绝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就代表普京对于他的行为不以为然。那他自己没有谈判空间，没有谈判空间了。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他的兵力，不要忘了他是保全，他是像美国的黑水。或是英国的这些海外的佣兵一样，为什么？因为这种都是轻兵器，它没有战略空军，它没有空中武力，它没有强大的导弹，它就是有一些轻兵器，还有一些装甲。那装甲它也没有重坦克，因为重坦克还是掌握在国防军手中。所以他这样的一支军队，如果说他真的要造反的话，其实开始跟俄国的正规军跟禁卫军开始接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普丁的手法就不一样了，该炸就炸，该杀就要杀了。所以他自己很清楚，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最后的命运就是他们会被整个歼灭，而且在历史上会留下臭名。那目前来讲，普丁给他3条路走嘛，一条路就是你到白俄罗斯去，那一条就是接甲归田，那另外一条就是回到国防部里面。本来在6月10号的时候，那俄国的国防部就要把这个部队要收编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这支部队原本是佣兵，那么返回不是国内是在乌东参加战争的时候，他本来就应该是在国防部的一盘棋的作战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但是这一支部队常常不听号令，另外一个在一个小小的镇上，战略镇上打得没完没了，这个对于这个俄国国防部部长来看，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打假的。坦白说，他就是打假的，借这一场打不完的战争来要钱要人。那后来，俄国的国防部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绝对是普丁做的决定，就是他抽调离开战场，然后车臣的部队进来，不到1个礼拜打下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真实的状况。这个当时这一场关键的城镇战，车臣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内就打下来，而他打了几个月打不下来，就是故意借由打仗来要钱嘛，来扩充他自己的军队。你想，如果是普丁的话，这支军队要不要收编？当然要收编嘛。所以6月的时候就规定全部要签约，签合同兵。一旦签约，那就变成国防部的正式的兵员了，那就必须要纳入指挥。他的指挥权被架空了嘛？他被架空之前的时候，俄国普丁已经派他的战场指挥官接瓦格纳的副指挥官，其实当时就是要架空他了。他自己清楚的知道，我个人倒觉得他现在要为他的后路着想，将功赎罪是唯一一条路。黄老师怎么分析？认为普京的政权会因此受到影响，不管是削弱，或者甚至会有点动荡吗？我觉得他第一步先要处理他2大爱将的问题嘛，一个当然就瓦格纳领导人，另外一个就是国防部长。
啊。我们看到，虽然说国防部长，他现在还留在位置上面啊，可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方说你的国防部长不行，而且他发动了不管叫兵变或者兵谏也好，然后我马上就把国防部长换掉，那不是表示我做错了吗？所以就算我知道我国防部长好像真的有点问题，我要换他，我觉得也不会当下就换了，会面子问题。对我今天听你的话，对我今天还在跟一些朋友开玩笑说，会不会过1-2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就生病了？然后生病，然后他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再坐这个位置了，他就下去了。神预测，这我们以后来看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这个至少普丁他也可以对其他的势力交代啊，特别是瓦格纳现在在俄罗斯看起来他声势确实是还蛮高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就是说，对普丁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在昨天晚上的电视讲话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反正他就说这个叛乱这些都不会成功，而且呢也看到了。俄罗斯官方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这些他官方确实把这看成是叛乱哦，只是为什么把他的这个刑事罪名撤销呢？是因为他们想要继续犯罪的目的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官方其实是认定他们一开始是想要叛乱犯罪的，只是后来你们不做了，你不做的话，那我就政治协商、政治妥协、政治解决，才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些安排啊。所以我觉得普京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位置还算稳固，可是呢，他如果不好好处理他的这个国防部长跟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问题，再加上如果他乌克兰的战事万一啦，乌克兰真的不小心又攻城略地，又拿回了一些领土，那这时候我觉得普京他的这种这个就是对他的领导威望或者出征乌克兰的这个合法性，我觉得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未来这大概半个月1个月可能是个关键。对，关键影响不只是俄罗斯本身，还有俄乌战争接下来的发展。来看看刚刚纽西兰，我们谈到了很多跟台湾的经贸关系，但是纽西兰的总理现在在哪里呢？他去中国访问了。看看新华社的头版头这么大的版面，给了这位总理访问的时候，给他的这么大的版面，告诉大家说拓展两国关系哦，给足面子。同时呢，希金斯总理访华之后，也会在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见习近平。在之前还先见了相关的官员。同时，他阵仗很大，多飞了一台飞机来，纽西兰皇家空军飞机当备用机，干嘛呢？就是说，这行程每一个紧密度都非常重要，万一有个差错，就有另外一架飞机来让他的行程都可以衔接得上，不用担心万一哪个人没有见到，所以表示他对于这个行程的重视。但是这个纽西兰总理很有意思哦，他很明显的希望能够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所以还去秀水街逛街啊，购物打卡，买了很多中国的文创商品之外，甚至呢，连今天到天津的超市去的时候，还要特别对吃东西的时候，吃到奇异果，看他怎么说的，怎么融入当地文化。Does it taste like home? This is like home. Tastes just as good as at home. Great, yeah. Very good. Prime Minister, how confident are you for like more products like this will come to China to reach customers here in China? We certainly hope so. And we've got a number of New Zealand businesses who are focused on producing really high value products, and we'd love to sell them more of them in China. 大家跟我一样，有没有觉得有点废话？这不是从纽西兰进口来的吗？味道不就是一定是跟你家乡一样吗？除非坏掉了，不然怎么可能味道不一样？但当然他就是要回答记者的问题，展现他很融入当地嘛。那么当然被形容说是他知道啊，520万纽西兰面包上面的奶油在哪里？答案是中国吗？那马上包括了外长马胡塔，过去曾经在这个跟中国官员见面的时候，被形容说：“哎呀，你被长篇大论、被秦刚教训的史诗般的这个教训了1个小时，如何如何。”被问到这件事情，他就回答说：“啊，我们用和缓的态度回应了哦，我们的见面是双向的，非常热烈的讨论等等的哦，把这个过去就带过翻篇了。那重点在于各国为什么相继访中，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些访中的过程促成的经贸合作，美国也就更着急了。其中，纽西兰总理访中谈经贸，澳洲赶快也喊了，说：“哦，我们马上跟进，我们马上也要去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所以，澳洲会加大力度，要吸引高消费陆客回澳洲去。接下来也有可能要访中的行程喽。那么，今天正在开幕一个很重要的大会，在夏季达沃斯会议啊，沙烏地阿拉伯。
马上也派出了最大的官方代表团要出席，除了纽西兰、越南之外，这些有24个成员的沙国代表团也一起参加了天津的这一场达沃斯会议，告诉大家说，这么多的领袖从巴贝多到越南到纽西兰等等，这些人都在这里会面，要有一个更大的国际的共识跟会议组织在进行当中。所以当然欧洲马克宏想要讲不一样的话，走不一样的路啊。他也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说，法国愿意让中国融入全球秩序，更重要的是欧洲怎么样呢？欧洲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空间。所以他对两岸问题，台海还特别提出来说要尊重维持现状哦，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还有法中两国，并非所有价值观都相同，但是还要让中国融入全球秩序。他也刚刚访问完嘛，那么美国呢？现在当然，美国财长耶伦预计7月初要访中，不过这个行程仍然只是美国方面说说而已哦，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甚至也传说现在习近平要跟拜登通电话，同样也都还没有被证实，没有时间表，看起来急的这一方显然不是中国嘛，委员。达沃斯是瑞士一个城市的名字，以举办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后来人们就把它当做一个 logo， 像那个什么什么 Got Talent 哈，那个叫什么节目，中文怎么翻译 Got Talent 哈，就是才艺表演那个哈，荷兰人那个哈，所以到处都是有达沃斯的会议的出现了啊。你们都没有参加才艺表演，没有什么才艺，没有什么达人哈。现在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才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举办过沙漠达沃斯，那现在在天津，中国天津举办了叫做夏季达沃斯，它是对应着瑞士的冬季达沃斯，但是最早是这样来的。但是不管如何，现在只要经济学界提到达沃斯，就说是世界经济论坛，是这样来的。那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呢，都一定有各国的总理或者元首，甚至于这个重要的财经部位首长，还有大企业家会积极的参与。为什么？那是一个沟通交流交换意见，甚至于形成这个国家跟国家的一个贸易协议，或者一些贸易政策，或者这个所谓大企业里面的重要的这种投资合作的事项，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这一次的规模又非常的大，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重要人士出席啊，可能会对世界的目前有点的疲惫的经济状况会带来相当大正面的作用啊。那这个纽西兰这个澳大利亚当然不会缺席嘛，这两个国家它本来就是一个南半球的国家，跟北半球的中国根本八竿子竹竿拉在长都搞不到一起的，可偏偏动不动就讲战略价值，为什么？跟着美国人什么当警长哎呀，东施效颦你学一些有没有的那好像要跟中国对垒。中国跟台湾的问题，中国南海的问题，跟你们这两个远在南太平洋天边的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嘛？那好好坐在一起做生意不行吗？澳大利亚前总理就是这样子胡搞瞎搞就最后下了台那好，那现在要怎么重启双方面的正确正轨的关系？那现在纽西兰的总理到了中国访问，就是要建立这种关系，双方面有贸易就好了，谈什么战略？中国也不会打你，你也没能力打中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我凭你买那几艘的什么核能潜艇，怎么就可以在西太平洋上跟中国解放军的军舰对垒那只是好笑了而且中国跟澳大利亚没有什么矛盾除了你配合美国在那边叫嚣以外，有什么矛盾可言毫无矛盾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其实绕了一圈以后，这两个国家就开始来了。至于这个澳洲的外长马胡塔女士她是少数民族，但是因为内阁制嘛，配来配去就由她当外长。他当然对于当外长不是那么了解，说国际政治上一些复杂的外交关系，因为纽西兰跟人家打交道，东南很单纯嘛，没有什么要谈什么战争，没东西可是马胡塔他对于中国的历史这个台湾的状况不是很理解，难怪会被秦刚怎么样
史诗般的长篇大论，还有严厉的训斥啊，也不能怪他啦，因为什么？台湾、中国在他生活圈子里面，就有点像说月亮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很远，只看得到，不晓得它长得什么样，这样子而已啦哈。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就是好好应付这些小朋友就行了，因为他们真的很幼稚啊，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纽西兰几次，所以也怪不了人家会有一些听信欧美媒体这样乱报一通。像欧美媒体最近不是报什么，普丁出逃嘛，飞机2架嘛，讲得活神活现的，我们就把它当作，夏季到了啊，欧洲媒体啊，美国媒体有时候会头昏脑胀，不好意思讲小朋友，我们少数有贸易协议的国家，可是贸易量不怎么样了，贸易量不怎么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天津现在正在开夏季的达沃斯会议，对于国际来讲是重要的会议。不过，纽西兰的总理现在也正在访问，谈很多的这个中纽之间的合作事项。我觉得纽西兰总理讲话有一个蛮形象的比喻了，他说520万的纽西兰人面包上的奶油，其实就是对西方人饮食很重要嘛，对，面包上面的奶油那就是中国贡献的嘛。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意思也就是说，要过小康的日子，纽西兰人没有中国可以做得到，可是要过富裕的日子，没有中国，纽西兰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就没有富裕的纽西兰，纽西兰就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纽西兰。因为每一年520万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然后从中国这边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做了200亿美元贸易。那也就是说，平均一家4口人的话，2个年轻的夫妻加上2个幼儿，你一家4口人一年就从中国那边赚了46万台币，46万新台币，那不少啊。所以他的富裕的生活其实是来自于跟中国的贸易，中国是主要的贡献方，因为它大量的出口东西到中国大陆。我觉得澳大利亚面对同样的情况，没有中国大陆，澳大利亚过小康日子也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澳大利亚要富裕的话，没有中国他做不到。我觉得这个道理都很清楚。但是纽西兰做了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在政治上他不追随拜登，他在军事上他不追随拜登，他觉得中国大陆对他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他没有必要去追随拜登去玩这个全面性抗中的游戏，所以他经得起考验。一旦经得起考验，你看最后的结果，那当然就是两国可以健康的来往。两国可以健康的来往，当然纽西兰的总理很开心的带了庞大的商贸团，而且这个商贸团很庞大哦，而且要待的时间很久。好像是从26号一直要待到30号，要一次把大部分的贸易都谈起来。对澳大利亚的总理来讲，就是一直流口水嘛。那问题就在于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还在玩这个安全归安全，经济归经济，把它分开的游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说不对呢？如果你澳大利亚的安全只守住自己的安全，那问题没有。可是问题是你参与了南海，你去参加跟美国、日本。然后菲律宾在南海去遏制中国发展，那你说这个安全归安全，经济归经济，可是南海跟你澳大利亚没关系啊，你为什么跑到这边来玩？这样的情形下，他跟中国大陆要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就难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今天得不到中国的邀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要抗中哦，其他的盟友现在的步调慢慢在不一样，澳纽就是其中的例子。黄教授，好，我们看到就讲说2-3年前好了，2021、2020的时候，你去看看，不管是西方很多主流媒体啊，或者是甚至台湾一些比较偏绿的媒体好了，一直在说，哎呀，澳中关系回不去了，甚至纽西兰跟中国大陆关系呢，很多人都在唱衰。我也记得啊，纽西兰这位外长，他其实在过去也讲过。我看啊，澳洲跟中国大陆关系是回不来了。我们纽西兰要小心，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关系跟中国大陆关系也可能会变坏。他也讲过这样的话，可是你看过了2年，现在突然一下，澳洲还是必须要面对现实啊。中国大陆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然后澳洲出口量最大的时候可能可以占到30%多，到中国。纽西兰更糟糕，
它它的大概4成，不对，2成5到3成是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是它最大贸易伙伴，大家都向现实低头嘛，这个是这个外交经贸上大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啦，因为就像这个纽西兰总理讲的嘛，大家都需要面包上的奶油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只吃面包啦，但吃久总会乏味嘛。所以奶油还是很需要的。现实为王。对，那至于美国的这耶伦要不要访问？面包贵。奶油，对，而且奶油口味也蛮多的，也有。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这一节国际大白话，邀请我们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委员蔡正元，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最新几个消息哦，其中服贸当然是这几天最热的话题，因为绿营全面不管主义侧翼，全部一起在围剿谁？围剿柯文哲。而这次侯友宜跟柯文哲的主张是一致的哦，到底要不要重启服贸？民党党团立刻跳出来批呀，不要装傻了，这后面有目的的，这目的是什么？一中啊，果然又要来先抹红再说，所以重启服贸先论战的时候，先不讨论到底对于国内的服务业或者相关产业影响是什么，打不过就先抹红抹黑再说吗？陈建仁院长说，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啦。那甚至也有讲说，这个行政院官员讲，现在国际情势跟10年前不一样了。你看看全球供应链在美中贸易战底下都在去中化。光是中国经济前景好不好？他们说不乐观，而且今年5月，中国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20.8个百分点新高。难道两岸经济一体化吗？那官员也不敢具名讲我是谁，谁可以告诉大家说，这样比较之下，我们跟服贸有什么关系？台湾不是大缺工吗？有什么办法来补这个缺口？也提不出办法呀。所以当柯文哲、侯友宜一起喊重启服贸的时候，苏贞昌就讲啊，10年前一个贴文把它曝光出来，就可以告诉大家答案什么啦。当时苏贞昌曝光说，两岸服贸协议受影响巨深，所以初估我国有400万以上从业人员会被影响到，就大家也不逃了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侧翼更是倾巢而出，不只是重启服贸，警告13亿人抢工作很卖台的心很坏啊或者是谢金河也跳出来说，经济灾难会全民承担。那么还有财经网美说，有种9年前倒掉的馊水再拿出来吃的感觉吗？那么重启服贸是董事长大军还说台湾哪里对不起你们，好像真的很对不起台湾，能不能回到真正的这个事实中心来讨论呢？2008年的时候，谢建航曾经讲过什么话？这感觉好像时光倒流，又重来一次。谢建航当时是怎么讲的？他说：“签了 ECFA 会怎么样？会查甫找无工，查某找无翁，囡仔就要去学量工，就是大家都缺，没有工作了没有人才了，通通都到对岸去了吗？那么 ECFA 现在有没有在用呢？有没有在相关的利多还在台湾吃呢？所以当赖清德要打抗中保台的这个牌的时候，柯文哲当然直接呛所以你到底要不要 ECFA？ 跟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企业界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要有这个永续发展的共荣的空间，但现在连沟通都没有办法，也没有转圜的余地，台湾经济当然就不好所以当赖清德说台湾面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夹击，有没有真的认知到这个问题？在联合报的这个评论里面就说，其实他对所谓共同市场感觉是无知。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台湾现在正在被孤立当中，当国际组织越来越区域的联合之后，从RCEP 到 CPTPP， 几乎这些国家，我们南向政策的想要合作的国家，人家都在做合纵联合的合作、经贸的合作联合的组织，台湾却一个也加入不进去。所以民党执政以来8年都不得其门而入，甚至他口中讲的所谓一中市场要什么样经贸模式也不知道。尤其是7月15号，马上在纽西兰就有一场中国大陆要加入 CPTPP 的这个相关的程序，我们就在问中国大陆现在很积极说要参加 CPTPP， 马上现在纽澳的出口部的部长相关人正在一起讨论怎么加入，很具体在讲还开了很多公听会。那么甚至是纽西兰的总理
访华之旅从25号到6月30号也开始要跟习近平见面谈贸易。那我们呢？大家都在问啊，不是过去我们说在这个公投的时候告诉大家 ，CPTPP 只要啊。中国已经加入 TPP 缔建了哟。那台湾呢？不是说我们只要进美猪哦，当时是莱猪，好，我们就可以加入了吗？我没有忘记蔡总统当时公开的谈话，他说只要开放美国莱猪进口，就有助于台湾加入 CPTPP。这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2020年说过的话，图卡梗图更是直接讲啊，反美猪。公投不同意的话，就让台湾产业加入 CPTPP 哦，好多哦，加入 CPTPP 就是感觉等于跟只要不反美猪，只要按的盖了这个不同意票，台湾就得救了。但现在呢，当郑丽文去问，到底我们有没有提过申请啊？不是说我们只要这样进口就可以进入这个组织了吗？那现在好吧，那能不能进入还是一回事，你先要提出申请吧。人家中国大陆都已经申请了，一问下来，现在目前进度还是0。美猪进了，福岛核四进了，加拿大全年0，通通到台湾来了。那么蔡政府到底连提案提了没，都回答不出来，这真的是尴尬了哦。所以当纽西兰7月要开 CPTPP， 我们有没有递件这个事情？现在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还是没有回应。而相对比较之下，你看看菲律宾已经对RCEP 已经生效了，15个成员国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从6月2号已经正式实施区域的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协定，所以这些国家全面迈向一个区域整合跟和平的合作经贸一起包括不管是关税或各种商品的进口合作的时候，而台湾呢，口号讲了半天，现在连申请都没有递啊，委员。要谈这个两岸的服贸、货贸啊 ，ECFA 哈，我要不客气的讲，你刚才提到的名字里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出身、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那包括谢金河，他炒股票了，他是什么政大东亚研究所毕业，那也不是经济系，所以你要把它看作一种政治语言，只要是一种政治语言呢，就可以胡说八道。现在我们都说要加入 CPTPP。CPTPP 里有什么？有服贸，有货贸，有政府采购，有一大堆规定，你要全部开放连政府采购都要开放服务贸易都要开放。什么叫服务贸易？银行啦、通讯啦、运输啦，全部啊！你以为只有理发厅啊？很好笑所以当一群无知的人在讨论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呦，搞了老半天以前那个不太懂的柯文哲是哪一根筋突然间亮了，他重启服贸，你重启服贸的规模跟规格还比参加 CPTPP 还要来得小。第二个我跟大家说明的 ，ECFA 我们现在已经早实施了10几年了 ，ECFA 里面我们经常讲早熟清单，其实讲的不太正确啦，就是 ECFA 的早熟清单里面就有一部分的服贸，有部分的货贸都有部分的投资。那现在只是要把小服贸扩大为大服贸，小货贸扩大为大货贸。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WTO 的规定。这 WTO 规定，你要签自由贸易协定，你可以先一部分开放，然后隔一段时间又全部开放，所以才会有一种说，你如果不签服贸，原来的早熟清单会废掉；不签货贸，原来的这个货物贸会被什么？大陆可以取消。那讲个老半天ECFA 的时候，民进党不是跟国民党打了一架才通过了吗？他现在执政了以后，他不取消再来，现在柯文哲很明显的，他提重启服贸是要争取蓝营的选票。为什么？要第一个讲侯友宜在那边扭扭捏捏不敢讲后来跟着讲就输了一个气势了但你很好，两个人联军来谈这个服贸问题，这才像选举嘛。然后民进党狂风暴雨就开始打了，谢长廷还活着吗？你以前讲过多少查甫切无刚，查某切无昂，现在呢？这句话是 ECFA 时讲的，我们 ECFA 签了10年，卖到中国大陆25%是跟 ECFA 有关的。那其他为什么没有关？因为其他签了另外一个叫资讯科技贸易协定，那个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是查甫切无刚有了，但是你谢长廷拢切无刚啦。你刚愈切愈多啦。他大法官没有成功啦。对，因为他觉得驻日代表有酒喝比较好啦。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柯文哲、侯友宜两个人联手提出这个重启服贸货贸，这个对台湾目前的发展100%正确。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连续9个月外销订单全部是黑的，可能今年会一路黑到底。是黑到底的话，台湾今年是经济衰退了，经济增长率-3.0%，是全亚洲第一名，什么负的第一名。那明年呢？你总该为下一代开点市场嘛。签服贸就是去拿订单，签货贸就是拿订单，就开拓我们的市场。那你说，那我们市场开过？我跟你讲你觉得要开个串烧店来台湾回多少回去啊？还是在大陆串烧店满坑满谷啊？淄博有点脑筋嘛，对不对？哎呀，所以面对选举到了赖清德，你如果不会就少讲2句话，这跟一中市场什么关系？你到底懂不懂啊？什么叫做一中市场、2中市场啊？共同市场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搞得懂搞不懂啊？不懂要不要帮你上个课啊？你想当总统，连这种东西都不懂，那你还能够当总统吗？我觉得很好笑我要说，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侧翼全部在攻，就讲好恐怖，就好像当年在翻版嘛，2008年，我就讲啊，如果真的服贸重新谈，就影响了所有台湾的劳工的权益啊，就跟大陆的失业率如何的一样，这可以对比吗？我觉得他们是试图想要掀起大家在2014年左右对于服贸这些的恐惧，他希望唤起大家过去2014年那样的记忆。民进党觉得他可以复制那时候的氛围，然后呢，痛击支持任何支持服贸的政治人物，当然就包括了侯友宜跟柯文哲。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不管你看我们刚刚讨论的 ECFA 或者是刚刚蔡委员提到很多的这个 CPTPP， 还有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在加入，而且在里面扮演重要角色的 RCEP， 不管你听到了哪一个，甚至我在讲包括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这些东西里面都是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或者投资保障或者争端解决，其实都在里面的。所以不管你台湾要往哪一条路走，对不起，这些服务贸易或货品贸易等等相关的都必须要谈，对，而且你必须要开放。可是我们政府说实在，如果你去看看政府的这个官方说法他会告诉你说，我们其实从2016年之后呢，做了很多的准备。经济面呢，他说，我们有什么这个5+2产业创新，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经济体制现在越来越好，经济体制好跟加不加入这个经济合作没有关系的，人家是要看你的法规法制面到底符不符合他们共同的这个期望。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些东西好了，再回到这个 ECFA 来讲其实你可以看到 ECFA 它本来就是两岸在这个经贸的这个合作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项没有什么说中国大陆会来我们这边抢生意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两岸的经贸的这些包括生意的往来里面，我们对中国大陆其实是设了一些的限制，这些限制对这些限制其实分方方面面的，让中国大陆它不可能说借着投资就一股脑的把人民移到台湾来，所以这个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趁着民众反正他不可能去看这些服贸的这些服贸协定里面的内容嘛，他们就觉得说，对啊，你一开放，那到底我们这边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去愚弄人民还不如好好的赶快调整台湾的体制，因为真的两岸的 ECFA 里面的服贸、货贸等等，那只是我们其中一个小关卡。没错，刚刚讲的 CPTPP 或者 RCEP 这些，才是我们更大的关卡，因为ECFA 是我们对中国大陆而已，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好，但是呢，其他的 RCEP 或者 CPTPP， 我们面对是十几个这些国外的经济，而且他们难道全部都诚心诚意说我很欢迎你台湾加入？没有的，有些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加入，让你稍微跑步的时候跌倒一下，我从后面赶快追。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各怀鬼胎我们不能就听信政府说这些国家好像都已经很诚心的想要欢迎台湾的加入了。而且呢，在 ECFA 的这个示范之下，其实我们看到了，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纽西兰、跟新加坡都分别签订了，等于是自由贸易协定。所以 ECFA 它带动的效益确实是有的，但它必须要配合的就是两岸关系的和缓。所以有些人说，那后面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后面两岸关系变得不好啦，变差了，当然北京当然就不愿意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啊，ECFA其实是小挑战。这些执政党的人，如果他们还是这样子眼睛闭着，就说这完全是这个对方的经济统战，台湾经济会越来越落后的话，请你去看一看，很多的学术文献都告诉你，经济规模小的，在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互动里面，它获益会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未来可以拭目以待。赖老师，其实民众真的有这么好骗吗？民进党政府从这个4大公投骗到现在，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联合里头，已经越来越像孤儿了。台湾的情况事实上越来越糟。刚刚奎博虽然有举了说，我们跟有一些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可是那些国家的市场实在是太小了，包括纽西兰在内，它都是人口少啊，市场小。所以对于台湾要养活2300万人，要让2300万人过上富裕的日子，目前民进党政府这7年多以来根本就做不到。它打开不了任何我们跟富裕国家、跟更大的经济贸易体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打开不了，连东盟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广大的市场也打开不了。现在连带的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一直在减少，逆差开始在出现。那未来如果这些情况越来越严重的话，台湾不要讲说过上富裕的日子，连小康的这个社会可能都不见得守得住。我们来看一下大陆，它不但有金砖5国，这个是目前来讲已经超过 G7 的更大的一个经济体，它还成功的把 RCEP 启动了，而菲律宾今年也完全启动以后，我们看到加入之后，那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国家绝大部分，中国大陆跟他们都有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陆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入 CPTPP， 要再扩大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也就是美洲的这一端。可是它并没有因为我现在提出 CPTPP， 我就停止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没有。它在加速跟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是先跟个别国家签，可是它未来是想跟所有的国家来签自由贸易协定，跟非洲也在加速中。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在现在的达沃斯的这个夏季论坛的时候，连主席都说，中国大陆以5%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以5%作为它的经济目标。目前来讲，估计啊，上半年6%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下半年5.7%的几率是有的。这样的情况，各位不是完全拆穿了民进党的这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谎言，说大陆经济不行了。然后如果跟他们签 ECFA 的话，签服贸的话，台湾的经济将会更会怎么样？是完全刚好相反。你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跟大陆走向服务贸易协定，然后走向货物贸易协定，台湾未来该怎么办？只会更糟，不会更好。这些人自己肥了，自己富了，可是他却在伤害2300万广大的台湾的民众。所以台湾的企业界恨痛苦，台湾的金融界、服务界恨痛苦，但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站出来说话。当他们站出来说话，他们是会被打压的，所以他们不敢说，不敢说，我们帮他们说。我觉得侯友宜更应该大声的出来说，而不要让这块地盘只让柯文哲拿走。侯友宜要更大声的站出来讲。苦的是老百姓哦。